大家好，我是乐乐法力。上次我在直播中聊过我对王志安在台湾上夜夜秀节目模仿身障人士陈律师一事的看法，但那次直播果不其然又被油管黄标了 ，which is fine. You know, I'm not mad at all. 所以我就想干脆出一个录播视频来完整的阐述一下我如何看待王志安开的这个玩笑。把残疾人推上去煽情的，然后那个残疾人说：“这个支持民进党。”身为一名单口喜剧演员，讲段子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工作，所以王志安这一次上台湾夜夜秀节目翻车一事，我自然也是非常的关注。我们之前聊过很多跟脱口秀相关的话题，从威尔史密斯打主持人一事，到在海外调侃共产党后润到加拿大的池子，再到曾经讲王世坚被延上的节目中，我还是坚信作为观众就一定要支持脱口秀演员娱乐大众的尝试。一个笑话不论好笑与否，他们的起点都是一样的。脱口秀不像其他的艺术，你不能一个人对着镜子孤独的练习，你必须要有观众，而且要在观众给你的反馈中不断的摸索和打磨你的段子，才能够刚刚好把握一个段子开玩笑的度。所以观众的反应和包容度对于脱口秀这门艺术和喜剧演员的成长和突破来说都至关重要。反过来，这些喜剧演员是否能有影响和突破一个社会集体意识的潜力，也是来自于观众群体在最开始的时候给予的理解和包容。但王志安这件事跟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情况都不太一样。王志安本人并不是一个喜剧演员，而是一名记者。他本人也经常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反复强调自己作为记者的身份。而作为一名记者，大众对于你的普遍期待和要求就是客观、严肃和实事求是。哪怕你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这个标准和期待也不会因此而降低多少。因为记者的身份就是观众形成的对王志安认知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哪怕王志安的确是在一个脱口秀的舞台上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大众对于他开玩笑的接受度普遍不会太高。而他作为一个门外汉，也不知道脱口秀或者单口喜剧演员为了写好一个段子，把握好一个玩笑的度，需要经过多少次的反复实验。在我看来，他当时完全是被这个脱口秀现场的氛围给带嗨了，急于想要讨好在场的年轻观众，也是迫切的想要融入这样的一个环境，从而失去了分寸。但这并不是说他作为一个记者就被剥夺了开玩笑的资格，这也并不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开身障人士的玩笑，或者无论如何都不能模仿身障人士。我一直认为玩笑没有禁忌，只有出发点的好坏之分。无论你是男生、女生、同性恋、双性恋，还是黑人、白人、犹太人、中国人等等，都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对象。在我看来，这才是平等和一视同仁的体现。如果你刻意避开某一个群体，甚至觉得他们需要你的特殊呵护，在我个人看来，这反而有点像是一种间接性的歧视。那么也许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人要假装专家说王志安是没有遵循脱口秀的潜规则，那就是开玩笑只能 punch up 而不能 punch down。 That is ridiculous。 我实在太讨厌这句话。脱口秀是为了打破积极和差异性，而让大家共同关注到我们都是人这样一个主题上来，而不是去定义谁是 up 谁是 down。 而且到底是谁有权利去定义谁比谁高一等？说是 punch down 的人，本质上就是在歧视弱势群体 in my opinion。 那么既然如此，王志安开的这个玩笑到底冒犯在哪里？其实这一点在陈律师本人事后接受采访第一句话就有指出，那模仿的又不像，第一个我手又不能动。 Exactly.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hinking. 以至于我怀疑陈律师他在波士顿读书的时候，是否有去看一些线下的脱口秀演出 ，right？ 其实波士顿是脱口秀明星的生产之地 ，right？ Anyway， 话说回来，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王志安拿身障人士开玩笑，而是他模仿的一点都不像。喜剧演员在舞台上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模仿，好的模仿可以一下拉近单口喜剧演员和观众的距离，也可以让大家在笑声中拉近彼此的距离。而要引起这样的反应，考验的是一个喜剧演员的模仿能力，或者是否能够很好的支撑他的论点。同样是模仿身障人士，我想给大家看看如今美国最火的单口喜剧演员 Shane Gillis， 他在一个专场中模仿他患有唐氏综合症叔叔的片段，现在在美国网络上超级火。I'm like, yeah, I have family members with Down syndrome. People that have never been around it are always, oh, are they doing okay? It's like, they're doing better than everybody I know. They're the only dudes I know having a good time pretty consistently. Dude, my Uncle Danny sneaks grilled cheese sandwiches into restaurants. It's the best. You'll be out to dinner with him, you look across the table, you see him sneaking a grilled cheese. Yo, where'd you get that cheese, Danny? 大家可以自行做个对比，
同样是在模仿身障人士，作为观众的我们能感受到 Shane Gillis 对他患有唐氏综合症叔叔的模仿是出于平等的尊重，甚至不是呼吁同情和关注，反而是去掉了一层悲情的滤镜，让大家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这些群体。要讲好一个高风险的笑话是非常非常难的。当 Shane Gillis 在讲这样的笑话时，他先是摆出了论点，然后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模仿，并且开了一个他叔叔偷藏 grilled cheese 的玩笑。His dad's with him. He's like, that he's been making him at night. I know he is. I'm not making him at night, Dad. Then he'll look at you and be like, I'm making him at night. 他的模仿能力是整个玩笑的点睛之笔，也是最为重要的基石。通过他的模仿，你能感受到他是有真正去关注和理解这个群体的人。在这种情景下，你模仿的越像，就越接近于艺术；你模仿的越轻浮，就越接近于恶意。而王志安冒犯的点，一是他的模仿 was just flat out lazy。二是他只看到了陈律师身体的残障，没有去了解他的个人背景以及他的说话方式什么的，就断定他只是用来煽情和烘托气氛的工具。那他开的玩笑自然就给人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感觉。But the audience seemed to like it。我也试图理解现场观众的心态，他们中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一个民主社会中的年轻人看待执政党，就像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看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会对执政党充满批判精神，不信任甚至否定。And that's a good thing, and we can understand it. It's not cool to be super passionate about the ruling party, right? Whether it be the MAGA boomers or the crying hill dogs, young people don't really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at. 所以一旦有人，而且还是一个局外人，来批评执政党的声音，他们自然会觉得非常过瘾。而且这个不限于台湾，美国也是有一模一样的现象。你看那些政治讽刺的新闻节目，那些主持人大多数都是从国外来的，他们的声音非常有价值。而且我依然觉得王志安有开玩笑、模仿任何人的权利，也有嘲讽民进党的权利。在任何民主国家，执政党都是承受攻击和炮火最猛烈的对象。但是我同样也觉得王志安那个笑话很 low， 很 lazy。那你是觉得只要王志安模仿得很像的话，开身障人玩笑就 OK 吗？ Yes, I do. Again， 在喜剧的舞台上，你模仿的越像，就越接近于艺术；你模仿的越轻浮，就越接近于恶意。美国的喜剧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到如今观众群体都已经非常成熟，喜剧环境也非常的成熟和包容，但也有喜剧演员因为模仿翻车而被群嘲。这个人叫 Brendan Schaub。 I used to think giraffe was giraffe. I thought it spelled with a D. 他曾经是一名职业格斗选手。Brendan 在他的一期专场中讲述了自己参加某场格斗比赛时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一位走来为他检查伤势的医生如何令他印象深刻。 This giant Asian doctor walks up to me and goes, Mr. Schaub, sorry for your loss. Thank you. That makes me feel better. Thank you for that. He goes, but your lip. Brendan Schaub 在这里模仿的中式口音，更像是对刻板印象的模仿。他的这个笑话，我非但不觉得好笑，反而让我感受到他对于亚裔的歧视。而真正让 Brendan 的段子与低级画上等号的，是他对现实的扭曲和刻意编造。Brendan 提到的这一名华裔医生，名字叫 Dr. Greg Hsu， 他是 UFC 的专用医生。我们来听听人家的英语是怎么样的。My name is Dr. Greg Hsu. I'm a board-certified ophthalmologist. I'm the UFC consultant physician. 等一下，人家的英语居然是母语水平啊！人家居然还是美国空军上校。Dude, Brendan， Mr. Schaub, after you numb your lip, you need many, many stitches. Brendan 的模仿跟王志安的模仿一样，与事实不符，一样没有真正用心去了解被他们开玩笑的人。王志安没有花时间去了解陈律师本人和他的经历，正如 Brendan Schaub 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他提到的这位华裔医生一样，他们都只是想开一个 cheap joke 来换取一个更 cheap 的 laugh。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正面例子。我以前有提到过印尼加拿大 comedian Russell Peters， 这一次呢，我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位爱尔兰裔的美国单口喜剧演员，叫 Andrew Santino。 Weird, growing up in India, I was adopted. When I moved here, I figured I want to be free, I want to eat red meat, but it took me moving to America to become a vegetarian. Can you believe that? Do you hear that? That's a professional. Someone that unsurprisingly grew up with Indian neighbors. Behind that performance is time and energy spent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that culture. The end result is a way better and way funnier product. 最后我想说，
不是要一刀切的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开谁的玩笑或者模仿谁，这是非常懒的思维模式。我也希望华语世界你们不要总是这么不假思索地画下一个又一个禁区，这些都是禁锢思考和发展的牢笼。开玩笑和模仿是继续活儿，不论是要掌握的度还是切入的角度，都非常考验一个喜剧演员的功底，也非常挑战一个社会的意识。Guys, don't be lazy。下期预告。然后在这个视频结束之前，我还是想建议最近才关注我的朋友们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它讲的就是我与郭哲瑞以前的往事。将来我也会再拍一个视频去讲现在的状况。Anyway, see you guys， 我是乐乐法力 ，Peace。